这节课呢，我们再往下讲一个知识点，这是第17个知识点。我们看一下，与已知的双曲线共交点的双曲线方程。我们是不是之前讲过与椭圆已知的椭圆共交点的双曲线？现在呢，是我给了你一个双曲线，然后与已知的双曲线共交点的双曲线方程，那怎么设呢？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设，已知的双曲线交点它是在 x 轴的，所以呢，我既然跟它拥有共同的交点，所以我们这个双曲线交点也在 x 轴，肯定是 x 方开头，然后减去 y 方比上。那么既然我们交点是相同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西应该是一样的。但是 a 和 b 却是可以变化的，所以我在原双曲线方程的基础上，我把它的分母变化一下，变成 x 减 k 加上 b 方，我给它加个 k， 然后等于1。你看，你的交点在 x 轴，我 x 方开头，我的交点也是在 x 轴，这个时候我这个 k 是有范围的A 方减 k 的是大于0的 ，k 它要小于 a 方，那么 k 还得大于谁呢？大于负的 b 方，确保它们都是正的，所以这个是条件。那么在我这个双曲线方程当中，它和标准方程相对比，它就相当于 a 方，这个就相当于 b 方。在双曲线当中，西老大，那你的西方呢？是不是这个大 A 方，也就是小 a 方减 k， 加上它的大 B 方，也就是这个小 b 方加 k， 正负 k 约了，得到的就是这里边的 a 方加 b 方，就是这个双曲线的西方所以与已知的双曲线共交点的双曲线方程，我们就可以设成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做一道题，消化一下这个知识点你就记着共交点，它就2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一，你交点在哪个轴，我的交点就在哪个轴，所以立刻就知道我的方程是 x 方开头还是 y 方开头。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西方一致，记住这2条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道题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道题，它怎么做？已知双曲线与双曲线 x 方比16减去 y 方比4共交点的双曲线方程，刚才我们已经学了，把它的方程先搬过来不动，然后这是16，我给它减个 k， 然后给这个4加一个 k， 它等于1这就是和已知的双曲线共交点的双曲线的方程。我的 k 呢是大于负4，小于16的，要确保分母都为正。那么它 k 取不同的值，它代表好多个和它交点相同的。可是呢，你又经过了这样一个点，既然经过这个点，点的坐标就满足方程，把它带进来。x 的平方3升的9， 2 9 18 16减 k 减去 y 是2， y 的平方是4，然后是4加 k， 它是等于1的。先约掉吧，用2约，22得4，这个还不能约，因为右边是1，所以我只能是去分母，乘以分母的最小公倍数，18倍的4加 k 减去4倍的16减 k 等于16减 k 乘以4加 k。展开整理，4、8、32、72加上18k 减去4、6、24、64加上4k 等于64加上16k 减去4k，然后减 k 方，把
16k 减4k， 这是12k。12k 移过来和18k 约掉，还剩下一个6k。6k 加4k， 所以它是4k。10k 把 k 方移过来 ，k 方加10k。好了，我要整理常数了。72， 64， 8。所以呢，把它72减掉64，这是8。正8，把它移过来，64再减8，所以是6。56减去56，然后等于0。一个常数，两个常数，三个常数。56我们分解因式啊，我们十字相乘1。56呢，7、8、56，7和8不能是10，所以我分解子因数，用2来分，22得4，28一16，然后是用2，12得2，24得8，好吧，4，22得4和14。谁是负的呢？它是负的，它们俩相乘负的56，交叉相乘-4加14，它是等于10的，所以我得到的是 k 减4乘以 k 加14，它是等于0的，所以 k1等于4 ，k2是等于负的14的。要落在这个范围里，负14显然是不落在这儿。那么就把它舍掉，最终我们就要 k 等于4。好，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们就把椭圆的知识点基本讲完了啊，讲了大概17个，这是第17个知识点啊，这应该是第17个知识点。上述这些知识点我们都学完了，然后接下来我要给大家，因为求离心率是一个特别常见的题型，我要给大家专门讲讲啊求离心率的一些常见的题型。好了，下节课我要给大家讲离心率的一些求离心率的一些常见题型，然后双曲线我们就会告一段落。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要给大家讲抛物线。